我平时最喜欢去塞纳河畔喂鸽子，饮食也只吃白水煮的有机蔬菜，绝对符合富家选少夫人的标准。你身上的香水味熏到我了。拿本小姐辛辛苦苦操嫂子的钱去养小三儿，你个混蛋！我看你是活腻了，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，去死吧！府上的西装，保安呢？把这个下等人赶出去！凶啥子凶？没长眼睛啊！西装多少钱？本小姐赔就是了。衣服不用赔，跟我回傅家，做我的未婚妻。假扮未婚妻？大哥，你脑子被刀削面烫熟了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厂里还有30斤牛油桑子等着下锅，没空陪你玩这种突围霸总游戏。1000万。本小姐不差钱。国炮1号面临护城河的3层绝版商铺，事成之后免费租给你开面馆10年。该死！老头子冻结了我的黑卡，非逼我回去继承千亿家产。本小姐发过毒誓，绝不动用家族1分钱。2年内要在国贸开最牛的面馆，打他的脸。这国贸1号的绝版铺子有钱都租不到，简直是赢下对赌协议的刚需。老板，谈钱伤感情，谈铺子那是正中红心。说吧，你是要温柔贤惠受气包套餐，还是麻辣娇妻气死人套餐？我叶小刀包你满意。我要你越粗鲁越没有规矩越好，最好能把我家里那些刻板的木偶气得七窍生烟。得嘞，搞破坏，我是专业的。走，换战袍去。换上。傅家规矩森严，日常衣着只准在这3种颜色里选。大哥，你这审美是直接在灵堂里进修的吗？穿得这么晦气，老子面馆的生意都要被你刻黄了！别碰我！老板，你要的是气人，不是要我当死人。这活本小姐不接了。傅家的规矩从来没有人打破过。巧了，我叶小刀走哪就是规矩。出来。走，带本宫进去，给你们傅家开个光。这张无限额黑卡拿好。作为傅家未婚妻，你的日常置装和开销没有上限。记住，我要你在这个圈子里横着走，越高调越好。得嘞，花钱这事儿我还没服过谁。听说傅总今天带了个下沉市场的女孩回来，这严重违背了傅氏集团的精英形象。Oh my god！ 什么味道？你手里拖着什么垃圾？一身的底层味道，把我们傅家无菌室的空气都污染了。嫌弃，这叫人间烟火气。这位假洋狗，你懂个锤子哦！这可是今天凌晨空运的屠宰场鲜羊腰，人不吃点下水，那跟吃草的羊有啥区别？粗鄙，毫无教养！保安，根据傅家的高端卫生协议，把他给我请出去。谁敢动我一下试试？谁在傅家大呼小叫？想进傅家，先学规矩。傅家饮食清淡克制，把这盘水煮菜吃了，我就当刚才的事儿没发生过。否则，现在就滚出傅家。天天吃这些没滋没味的玩意儿，难怪阿姨你印堂发黑，气血不足，看着像3天没睡觉。吃草能长寿的话，乌龟早成仙了。放肆！傅太太的饮食是顶级营养师定制的，你敢大放厥词？拦住他！他要干什么？吃！今天这碗面你不吃完，就是不给我叶小刀面子！傅太太，您千万别吃这种高油高盐的垃圾食品，严重超标，吃了会毁了您的健康管理指标的。天哪！傅太太的胃受刺激了，快叫私人医生！闭嘴！太好吃了，丫头，还有没有？再给我来一碗！傅太太，您不能再吃了，这严重违反了健康协议，您的血糖会飙升的。滚开！我吃顿饱饭，还需要你一个助理来指手画脚？好，就算傅太太今天胃口大开，但傅总根据集团合规部的要求，作为未来的总裁夫人，她
他的身份必须经得起推敲。你有极度洁癖，怎么可能受得了他身上的市井味儿？你们绝对是假扮的！傅氏家族基金会规定，继承人的婚姻必须真实有效。既然傅总说是真爱，那今晚你们俩就睡在同一个主卧套房。我会启动全屋的夜间红外监测系统，明天一早我就向董事会提交新报告。同房，就他这恨不得把自己泡在消毒水里的样子，今晚怕是要疯吧？这里的规矩你必须遵守。第一，不准把你的刀削面味带进我的领地。第二，每天洗3次澡。第三，绝不准碰我的床。你睡沙发。叶小刀，你给我滚下来！你的衣服上全是厨房的油烟味儿。傅老板，做戏要做全套吗？楚雪儿那个绿茶的红外监控可盯着咱们呢。睡沙发，明天全京城就知道咱们是假货了。我的国际1号商铺要是黄了，我跟你拼命哦！下来，我有严重的洁癖。楚雪儿来查房抓把柄了。演，你们接着演。傅总绝对不可能碰别的女人，这一定是假的。浪个样嘛，楚特助，大半夜的喜欢看老板的现场直播啊？这合规审查算不算通过了？危机解除，傅老板，我这眼睛绝了吧？这算不算工伤啊？国贸那个商铺的免租期得给我加2年。叶小刀，你以为强吻了我，还能全身而退吗？喂，你干嘛？你洁癖发作想杀人灭口啊！我警告你，本小姐可是练过散打。戏演的不错，但叶小姐，你好像惹火上身了。小刀，快来！你昨晚说的那个西北血战到底的规矩，我背了一晚上，今天必须将我大杀四方！傅总，这是您的晨间例行检测。傅总，您的脖子，叶小姐下手未免也太没规矩了。不关你的事，出去。可是今晚欧洲百亿町的雷老就要到了，雷老极度挑剔且患有厌食症，这种不体面的痕迹如果被看到，既然他这么有本事，那今晚雷老的晚宴就交给他负责。安排下去，把雷老那份绝密健康档案隐藏掉，直接发通知给叶小刀，就说雷老最喜欢吃清淡讲究规矩的法餐。我倒要看看，当那个老头子在宴会上大发雷霆时，他叶小刀还能不能保住他的黑卡和位置。雷老，这是米其林3星主厨用阿尔卑斯山泉水低温慢煮48小时的极品白松露鱼子酱，绝对符合您严苛的饮食标准。拿走！全都是冰冷机器的味道！你们傅氏就是拿这种没灵魂的东西来敷衍我的百亿并购案！雷老，这已经是最高级别的无菌食材了。啥子白松露、黑松露，吃那些冷冰冰的玩意儿能有胃口才怪了！让一让，开水烫脚啊！保安，快把这盆猪食扔出去！叶小刀，你想害死傅氏的百亿订单吗？雷老，您千万别看，这重金属绝对超标。40年来，自从我离开东北老家下南洋，就再也没闻过这个味儿。那些米其林都是吃给外人看的，可我的胃，它想家呀！大爷，吃肉不吃蒜，香味少一半，整！不可能，这不符合营养学规律，这不科学。痛快！合同呢？就冲这锅东北羊肉，这百亿订单我签了。楚特助，这叫降维打击，学着点。把这些散发着下层阶级细菌的赌博机器给我砸了，进行全屋紫外线消杀。楚雪儿，你反了天了！我好不容易有点乐子。傅太太，昨晚您摄入了违规的高盐面条，今天的抽血指标显示您的血压正在临界值。我是受傅氏家族基金会委托，全权负责您的健康管理。
从今天起恢复极简白水饮食，不准离开无菌室半步。你们这是要活活饿死我？拿着鸡毛当令箭似的。今天就教教你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阿姨，大半夜的梦游啊？那是什么？有毒吗？楚学儿说有颜色的食物都有毒。有毒？这是能起死回生的仙丹。叶小刀，你在干什么？人赃并获，你居然敢半夜给傅太太投毒！高油、高盐、重度辣椒，你是想引发傅太太的心疯，好提前霸占傅家的财产吗？把这盆垃圾给我倒掉！哎呦！本小姐的臊子，玉皇大帝来了也不准歇！吐出来！傅太太快吐出来！医生，准备洗胃！都给我滚开！谁敢碰这锅汤，我明天就把他沉到护城河去喂鱼！丫头，还有没有烤大蒜？再给我拿2串！看到了没？这才叫真正的医学奇迹。副总，昨晚叶小姐强行喂食高危垃圾食品，现在的血压数据虽然正常，但这绝对是回光返照。从医学角度，必须立刻将傅太太送往瑞士的高端疗养院隔离，同时追究叶小姐的刑事责任。是的，副总，这种毫无底线的饮食习惯是对生命的谋杀。妈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我能单挑一头牛。秦寒啊，你找的这个媳妇好。从今天起，我的饮食归小刀管，你们这些洋医生都给我滚蛋！傅太太，您被他洗脑了。他那种下水道里的食物。楚雪儿，注意你的身份，我傅家的当家主母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姓助理来规划生死。二爷，那个村姑用垃圾食品控制了老太太，常规的医疗规矩已经压不住她了。我们必须下点猛药，让老太太的身体真的出一次大问题，让她百口莫辩。阿姨，楚雪儿那绿茶现在盯得紧，每天中午那些白水煮菜，你随便对付2口，装装样子。下午来我这儿开小灶。小刀啊，你简直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这五花肉一定要烤得焦脆一点。秦寒这孩子，自从他哥哥出事后，就落下了严重的洁癖和强迫症，把自己困在无菌室里。我看啊，只有你这把火能把他烧化。拉倒吧，你儿子那脾气比这石头还硬，我可没那闲工夫，我只等国贸那商铺到手就撤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傅老板，来都来了，整一串。扔掉！你忘了协议里的无菌规定了吗？装啥子装？你看看你妈，吃我烤的肉，抑郁症都没了。你这天天吃白开水的病得治。张嘴！咋样？比你的白开水香吧？粗鄙至极！傅家核心厨房的佣人全签了千万级别的商业保密协议，根本收买不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控温制毒这种极其隐蔽的生化反应，那些没文化的下人根本不懂。只有我亲自滴入这种能抑制野生菌菇熟透的特地凝固液，才能让老太君吃下未熟透的毒伞菌，引发急性肠胃炎，且连法医都查不出人为投毒反应。傅太太，那道野生菌菇汤您还是少喝点儿。阿姨，别吃！小刀，怎么了？这不你亲手做的吗？这盆汤里被人加了极度隐蔽的特制化学冷凝液，野生伞菌在恒温下无法彻底熟透，其中残留的商务键就会转化为剧毒物质，俗称断肠散。叶小刀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断肠散？我看是你自己买的野菌子有毒没处理好，想推卸责任吧？没处理好？本小姐5岁就在菜市场切肉混江湖。菌子熟没熟透，被加了什么阻燃药材，我一闻就知道。
这股刺鼻的冷凝化工味，真当这只面馆女王的鼻子是博舍吗？这厨房除了我，只有你进去过。你打着高端营养学的幌子，背地里却想让阿姨急性肠胃穿孔，好把罪名扣到我头上，把你这绿茶特助的位子坐稳是吧？副总，我没有，这是诽谤，没有任何证据，他无权指控我。傅家是没有装监控的规矩，但很遗憾，为了防范商业间谍，我的红外安保系统一直开着。楚特助，你涉嫌故意伤害未遂，法务部已经在等你。警官您好，我是傅金叶先生聘请的律师。鉴于受害人傅太太并未产生实际的身体损伤，且所谓的维生素 C 相克在法律上难以界定为直接投毒，属于证据不足，我方依法为楚雪儿小姐申请取保候审。二叔为了保她，连自己隐藏的王牌律师都动用了，他图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欧洲那边的冷链供应链全线断供？副总，没有我楚氏家族在海外的渠道，你的100亿餐饮帝国撑不过今晚8点。副总，楚氏集团愿意独家为您提供澳洲特级和牛与进口面粉的紧急补给，条件是恢复我的职位，并公开宣布我是您的未婚妻。至于那个做刀削面的村姑，让她立刻滚出京城。没有我安家的海外渠道，傅氏今天就要宣告破产违约。我还以为你憋了什么毁天灭地的大招呢，搞半天就是卡了几车破菜啊！那是澳洲 M9级和牛与西伯利亚特供雪花粉，你这种下等人懂什么是顶级供应链吗？老头子虽然在对赌协议里断了晋北财团官方的支援，但本小姐当年在菜市场单枪匹马混出来的过命兄弟可不归他管。喂，铁牛叔啊，对，是我啊，小刀，把你那几个山头的奸货全给我挖出来。啥子阿尔卑斯山？我要让京城看看啥子叫真正的神仙菜。晚上8点前，给我把富士大厦的广场填平。小姐，兄弟们来给你撑场子了！宁夏盐塘的极品太阳，甘肃戴尼的鲜花黄芪，陕北刚摘的沙地普罗旺斯西红柿，全在这儿了！哪个不长眼的敢断你的货？本小姐用大葱抽死他！垃圾！这全是未经 ISO 国际认证的下等垃圾，这些泥巴里全是大肠杆菌，我要立刻向食药监局举报！举报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国家最高级别的有机农产品职工认证，每一颗菜都有溯源2维码。你那阿尔卑斯山的死菜能有这带着晨露的活气儿吗？通知全县门店换菜单，傅氏以后只用叶小姐的货。各位股东，昨晚广场上的闹剧你们都看到了。傅清寒为了一个下沉市场的粗鄙女人，竟然让一堆拉大粪的卡车堵了集团的大门，这严重拉低了傅氏的品牌调性，导致今天早盘股价大跌3个点。是啊，副总，品牌盎价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。那些带泥的蔬菜虽然合法，但太掉价了。副总已经被那个女人用不知名的手段精神控制了。作为曾经的特助，我实在不忍心看到傅氏100年的基业毁于一旦。我提议启动集团最高级别的合规审查，罢免傅银涵的总裁职务。二叔，罢免我需要绝对控股权，你手里的股份够吗？当然不够，但我已经联合了12位小股东，现在只差持有30%股份。傅老太点头了。傅太太，您终于来主持公道了，那个叶小刀简直是……大嫂，清寒这孩子最近太胡闹了。你一向最重规矩，最看重傅家的体面，你表个态吧。你在干什么？这是极其粗鄙的举动！粗鄙？我看你是连饭都吃不饱的饿死鬼！这次皮蒜是小刀今早刚让人从卡车上卸下来，比你那些吃死人的营养片强1万倍。体面，傅家的体面是靠实力打下来的，不是靠装洋蒜装出来的。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，
谁敢动我儿子和小刀，就是跟我这30%的股权作对。我就算把富士砸了卖废铁，也绝不便宜那些吃里扒外的畜生。你们看什么看？我是长春一名校毕业的，我会回来的。你回不来了，叶小刀，你别得意，你这种底层蝼蚁，早晚会被傅家扫地出门。底层蝼蚁，楚雪儿，你真以为你在储藏室下毒的录像只能抓你个未遂吗？法务部刚才已经把完整的证据链移交给了警方。你刚才取保侯审用的理由是没有实际伤害，但法务部刚刚证明那批被污染的海鲜价值200万，故意毁坏公务财物罪，数额巨大。楚特助，这回你那个王牌律师可保不住你，回去准备好蹲大牢吧。楚雪儿女士，鉴于出现新的确凿证据，你的取保候审已被依法撤销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废物，全都是废物！既然明面上的规矩弄不死你，傅清寒，这是你逼我的。海外那个皮包公司的账户做平了吗？二爷，做平了，整整50亿的核心资产转移窟窿，加上向海外受制裁地区汇款的记录，所有的 IP 地址和电子签名，全都伪造了副总裁的操作痕迹。一旦经侦泄露，这就不是普通的经济纠纷，而是涉嫌极其严重的跨国洗钱与危害国家金融安全啊！好，明天一早，我要让这封实名举告信躺在经侦大队的桌上，我要傅清汉身败名裂，吃1辈子牢饭。想玩阴的，本小姐菜市场玩缺斤短两的时候，你还在穿开裆裤呢。太安静了。建业如果从财务上动手脚，才是真正的杀招。老狐狸确实狡猾。我昨晚追踪了入侵公司财务系统的那个 IP， 他用了10几层海外服务器做跳板。能作为直接证据吗？在法律上，这只能算间接的数字痕迹，无法形成具有绝对法律效力的证据链。要彻底锤死他，必须拿到带有原始电子签名和物理操作记录的 U 盘底稿。这就是他有恃无恐的原因。5000万的海外死账，明天一早我就会被正式传唤。你怕个锤子！传唤就传唤，咱们走合法程序。只要我不点头，天王老子也休想动你！明早你安心去配合调查，那个带 U 盘跑路的财务总监，本小姐就算掘地3尺也给你挖出来。 5000万的海外死账，所有的电子签名都是我的，伪造的天衣无缝。叶小刀，明天一早我就会被正式传唤，傅氏完了。你怕个锤子，傅清寒！你记住，只要本小姐不点头，天王老子也休想动你一根汗毛。明天我带你去掀翻他们的桌子。傅清寒先生，我们接到实名举报，并掌握了初步的资金流向证据。您涉嫌利用海外空壳公司进行高达50亿的非法资产转移，并涉嫌极其严重的跨国洗钱犯罪，请配合我们回局里协助调查。好，我配合。来人！傅清寒涉嫌重大经济犯罪，即刻起停掉傅清寒在傅氏的所有职务权限，封锁他关联的所有公司账户和副卡。至于这个女人，把她从傅家的别墅里给我扔出去！我看谁敢！小刀是我认定的儿媳妇，电业那个畜生想造反吗？对不起，老太太，二爷说了，傅总现在是犯罪嫌疑人，为了防止资产转移，叶小姐必须净身出户。如果您再阻拦，二爷将以您精神状态不稳定为由，强制送您去疗养院。阿姨，别跟狗咬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你保护好自己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外面的事儿交给我。村姑，豪门梦碎了吧？傅清寒这次至少判10年，你现在连一碗麻辣烫都吃不起。卡是动了，
但我这人从来不靠男人吃饭。傅建业，你最好祈祷你的账做得天衣无缝，不然本小姐连本带利刨了你的祖坟。兄弟们，照片上这个姓王的孙子做假账陷害我老板，现在带着护照想跑路，这事儿关乎咱们西安的那几条供应链的生死。娇姐，你说咋走？娇姐，咱们兄弟全程的街巷跑，只要他还在京城，就算他变成耗子，咱们也能把他挖出来。不用全程，他手里拿着现金，不敢坐飞机高铁，绝不敢用身份证住大酒店。通知全城所有的黑网吧、城中村小旅馆，还有跑长途的黑车司机，给我钉死这张脸！谁找到他，本小姐赏100万。谁？外卖，你的变态辣刀削面到了。那个姓王的跑不远，让人处理干净，别留下尾巴。我说，我全都说，U盘在我鞋底，里面有傅建业做50亿假账和伪造签字的全部原始物理数据。求你把我交给警察，局子里比外面安全。停！别拿过来，我嫌脏，你自己找个透明证物袋装好。一会儿到了经侦大局，你自己亲手交给警察，争取宽大处理。别想让本小姐跑，万一破坏了司法证据链，被傅界的律师反咬一口数据篡改，你就算跳进互同河也洗不清。傅先生，这50亿的海外洗钱汇款使用的是您的专属电子密钥，您作何解释？如果我要洗钱，绝不会用这么愚蠢且直接的方式。内部高级别财务人员完全可以绕过我提取密钥碎片，这套系统的底层逻辑存在漏洞。我要求申请第三方司法鉴定。傅先生，就在刚才，潜逃的财务总监刘某带着未拆封的原始 U 盘投案自首了。技术科当场提取了物理操作数据，经过交叉比对，伪造您电子签名并操控50亿资金的是傅建业先生。您的嫌疑已经基本洗清，但傅建业的资金涉及海外离弹账户，我们正在紧急走跨国批捕程序，最快需要1小时下达逮捕令。您可以随时离开。警官，最快手续需要多久？我必须在10点前赶回集团。各位，警方那边已经基本定性，傅晴涵涉嫌重大经济犯罪。为了及时止损、稳定股价，我提议立刻重组董事会，由我接任总裁兼董事长之职。建业，晴涵的案子还没判，你现在夺权吃相太难看了。我手里有30%的股份，我只要投反对票，你休想得逞。大嫂，时代变了，你的30%确实是一张王牌，但是昨天夜里我已经以样价20%的价格全资收购了在座12位小股东手里的散股，加上我原本的股份，我现在手里握着整整51%的绝对控广权。从这一秒起，傅氏集团我说了算。二叔，签这么重要的文件，怎么不等等我？你怎么出来了？经侦大队怎么可能放人？因为真正的窃贼已经去自首了。二叔，你在海外那个皮包公司的底裤已经被拔得干干净净。好，傅晴涵，你算你命大，但是你别忘了，我现在拥有51%的股份，就算你洗清了嫌疑，这家公司现在也是我说了算。来人，傅晴涵现在已经被罢免了保安，把他给我赶出去。清场，10分钟内接管这栋大楼所有的安保系统。是，大小姐。傅晴涵，你还赖在这里干什么？滚出我的公司！你个卖刀削面臊子的村姑，穿一身假名牌来这装什么大尾巴狼？保安，把这个疯女人也给我扔出去！听说
有人要动我的人。傅建业先生，正式通知您，就在过去的30分钟内，您引以为傲的资金链后方已经被晋北面业财团全线聚集。您用来收购这51%散股的资金，涉嫌严重的杠杆。现在，您的所有资产已被依法冻结，您手里的股份投票权即刻作废。晋北面业财团，那个垄断了整个西北下沉市场和生鲜供应链的隐形巨鳄！你到底是谁？晋北财团怎么可能为了你一个村姑出面？村姑，本小姐当年在菜市场杀鱼的时候，晋北财团的董事长还得给我递围裙呢，因为那是我亲爹。傅建业，你涉嫌重大职务侵占、操纵证券市场及跨国洗钱，依法对你进行批捕。同时，鉴于前董事长傅建业极其严重的经济犯罪嫌疑，银保监会已紧急下达指令，即刻起全面冻结傅氏集团所有对公授信账户，进行最高级别的反码钱和账目审查。傅清寒，感谢您配合警方提供完整的资金链证据，案件进入司法程序，后续请保持通讯灵通。辛苦警官。哎呦喂，别死我了！这啥子衣服嘛，勒得我气都喘不上来。你们几个戏演完了，赶紧回太原总部打卡上班，别在这儿碍眼。本小姐要吃刀削面去了。是，祝大小姐用餐愉快。吃什么刀削面？现在你是我的下饭菜。喂，傅老板，注意影响！我现在的身价可是比你还高，信不信我直接把你这栋楼买下来，改成洗浴中心？晋北财团的唯一继承人，垄断北方8省木产业与核心面粉供应链。叶小刀，你让我像个傻子一样，拿1000万和国贸的一个破商铺来雇你，你觉得好玩吗？我真不是故意骗你，我和我爸签了极其严苛的对赌协议，他断了我所有的资金链，扬言我在京城绝对混不下去。我得靠自己的双手，在国贸1号把晋北刀削面的招牌挂起来。现在商铺已经装修完，爆火了，不然我就得滚回太原，每天坐在上千平米的办公室里枯燥的数钱，那多没意思啊！所以，我只是你赢下对赌协议的一个工具人。互惠互利嘛，你二叔不也被我极其合规的送进去了吗？既然是交易，1000万买不来千亿财团的大小姐，我支付的定金严重不足，导致合同违约。根据傅氏的规矩，资不负债，只能肉偿。叶大小姐，晋北财团总部的无限连带责任担保函已经全面生效。凭借这份最高级别的信用背书，傅氏集团被冻结的100亿授信额度已瞬间解冻，并且直接上浮了30%。目前所有的供应链资金风控警报已彻底解除。行了，这满篇专业术语的破纸看着就头疼。你告诉分控部，资金链稳了就行。秦寒啊，你这哪是给我找了个儿媳妇，你这是给咱们傅家找了个定海神针啊！阿姨，这点担保额度算啥子？等年底我们晋北财团分红了，大笔现金流一到，我直接给你买一家，专门拉着你那几个老闺蜜去勒索人家撒麻将。大半夜的不睡觉，修仙啊？来，整碗抄手暖暖胃。拿走，我不需要。叶小刀，你是千亿财团的继承人，你想要什么男人没有？为什么要陪我玩这种过家家的游戏？你知不知道我的内心就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疯子？爸，你这出场能不能别这么像暴发户？现在是法治社会，咱们要低调。啥子暴发户？低调，这叫底气。老子今天来就是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让我闺女受委屈。长得倒是人模狗样，哼！老子本来想看你在京城开面馆吃瘪，没想到你那店天天排队，算你赢了。听说你以前有严重洁癖，连我闺女的手都不愿意牵。岳父，以前是我有眼无珠，现在我的命都是小刀的。
这几箱金子就是给你们听个相。这沓是西北5省的冷链物流原地契，外加晋北财团10%的干股转让书，凑个整100亿，是我叶振山女儿的嫁妆。傅清寒，想娶我女儿，光有钱不够。今晚老子要看看你这在吴军市里养出来的金贵少爷，能不能咽得下我们下沉市场的烟火气。小刀，带他去老城区的夜市，验验他的胆儿。是。小刀，我真的不行，我的胃、我的心里都接受不了这些。傅清寒，你不是觉得你是个疯子配不上我吗？你不是觉得你的吴军是很安全吗？我今天就告诉你，真正的安全感不是躲在玻璃罩子里，而是敢于在泥地里打滚。你看他们，谁没有创伤，谁没有痛苦，但大家都活得热气腾腾。你哥哥的死不是你的错，你没必要用这种变态的洁癖来惩罚自己。吃了它，烧掉你心里的那些烂规矩。如果你今天不敢咽下去，我叶小弟立刻走人，从此晋北和傅氏老死不相往来。好辣，真辣！这就对了嘛，这才是人过的日子。小刀啊，我仔细盘算了一下，咱们傅家的底蕴，加上你要的那1000桌流水席，必须从全国各地调破最顶级的香厨团队和极品食材。这排场起码得足足筹备3个月。3个月后的出发是个百年难遇的黄道吉日，宜嫁娶。结，当然结，3个月刚好够我爸把嫁妆备齐。岳父怎么说？我爸说了，彩礼免了，我们晋北出100亿嫁妆，外加西北区300条冷链物流线，唯一的条件是以后的家务你包了。谨遵夫人法旨。这间屋子的规矩你还记得吗？咋了？傅老板洁癖又犯了，要我睡沙发？规矩第1条，既然惹了祸，就必须负责到底。那啥，我明天还要看傅氏第2季度的财报。明天的事，明天再说。3个月后，随着3个月的极限筹备期进入尾声，距离那场惊世骇俗的1000桌流水盐世纪婚礼，仅剩最后3天。喂，老爷，你到哪儿了？闺女，老爸的专机进入京城领空了。那个叫傅清寒的臭小子，老子倒要看看他有没有资格娶我女儿。我叶振山嫁闺女，京城的天都得红3天。让那小子明晚认亲宴备好，100碗72度的西北烧拔子，喝不趴下，这婚结不成。老公，你的胃准备好接受最狂野的洗礼了吗？为了你，毒药我也干了。傅清寒，3个月前老子交了100亿嫁妆，明天你就要把我最宝贝的闺女娶走了。但我晋北财团的姑爷不仅得能吃辣，这酒桌上还得能镇得住场子。爸，你干嘛呀？明天还要走刑期呢。他刚被我治好厌食症，你别瞎搞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别插嘴。这是72度的原浆老高，我们晋北的规矩，新姑爷上门先干3碗，喝趴下，这婚作废。爸，你疯了！他以前连吃牛排都要精准测算温度，常年吃无菌营养3，这72度的酒灌下去，他胃会穿孔的。小刀，别懒，这是男人之间的事。岳父，第2碗。好小子，有种！老子认你这个女婿了。亲家公，欺负小辈算什么本事？秦寒喝不了的，我这个当妈的替他喝。傅老太，
你能喝72度的烧包子？我这辈子被傅家的规矩憋屈了50年，要不是小刀的一锅刀削面，我现在已经是一具枯骨了。今天我就陪亲家公喝个痛快。痛快！亲家公，明天的婚礼不在什么和平饭店办了，就在傅家的大草坪上，咱们摆他个1000桌流水席。小刀，谢谢你。谢啥子？谢我爸没把你喝进医院。这是傅氏集团所有核心资产的转让协议，以及我个人的全部私产，我已经全部签了字。受伤人是你。你疯了！你把整个傅家都给我了，你自己剩什么？我剩你。叶小刀，我把傅氏的命脉交给你，把我的命也交给你。明天带我走出这座冰冷的坟墓，去过你那种热气腾腾的人生，好吗？这连垫子都没有，哼，简直有辱斯文！我不进去了，不进去了。行啊，今天是我叶震山嫁闺女，谁嫌弃这流水席土，就是看不起我晋北财团，立刻撤销所有合作。哎呀，这流水席接地气儿，太香了！傅总，作为今天的新郎，您有什么想对新娘说的誓言吗？以前我觉得世界很脏，我每天洗3次澡，不吃任何带颜色的食物，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我，直到他用一盆刀削面砸碎了我的无菌室。叶小刀，我愿意为你吃一辈子的地沟油和大蒜。我爱你！副总，少夫人，我老王在这行混了30年，吃了无数顿虚伪的法餐和怀石料理，今天这顿大席才是人吃的饭啊！敬你们！李总大气，吃好喝好。各位，我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在背地里议论我们傅家的，说傅家是无菌室，说我们是冷血怪物。说得对，我们曾经守着一堆死规矩，把自己活成了行尸走肉。是小刀，是我的好儿媳妇，像一团火一样，把傅家的命给救了回来。从今往后，傅家没有那些冷冰冰的规矩，小刀的规矩就是傅家的规矩。干！妈，我也敬你一杯，祝咱们一家人永远热气腾腾。小刀，怎么了？医生，快叫医生！是不是酒里被下东西了？让开，让开！我是医生。副总，快把少夫人放平，让我把把脉。故事中毒，没有危险。恭喜叶董脉象圆滑，如按管住。少夫人这是喜脉！哈哈哈哈哈！老子要当外公。